饭桌上，几个人轮番劝这个女人喝酒。女人的哥哥想替酒解围，一旁的父亲却莫名阻拦。女人无奈，只能一碗接一碗地灌自己，很快就醉得不省人事。女人万万想不到，自己的人生从这晚开始，已经掉入到深渊地狱。女孩名叫秀秀，这天她和闺蜜李娟正准备进城找工作，不料却在山沟中发现了受伤的帅小伙夏木。见情况危急，秀秀不顾安危下去帮夏木包扎，夏木这才得以转危为安。三人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为了报答两人的搭救之恩，夏木将秀秀及李娟介绍到了自家的牧场中做事。此时的夏木万万想不到，一场悲剧也就此拉开了序幕。作为牧场的小老板，夏木凡事都亲力亲为。上次之所以受伤，就是为了进山找木材，而秀秀不顾安危救自己的姨母，夏木是久久不能忘怀。他被秀秀的清纯质朴深深吸引，而秀秀对这个突然闯进他生活的男人也同样颇有好感。两人就这样确认了恋爱关系。然而就在他们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，厄运却抢先一步到来了。这天，秀秀突然被母亲叫回了乡下，原来是眼部有残疾的哥哥终于找到对象了，并且对方知道秀秀家太穷厚，连彩礼钱都不要了。这明明是天大的喜事，可奇怪的是，秀秀母亲却并没有该有的开心，反而满脸沉重。此时的秀秀不知道，一场噩梦正在前方等着她。饭桌上，秀秀见到了未来嫂子以及她的母亲和哥哥，而怪事就在席间发生了。一群人简单介绍后，竟开始纷纷向秀秀敬酒。见儿子林虎有些迟疑，林母还不停地使眼色。林虎反应过来后，也开始敬酒。几轮下来，秀秀很快醉得不省人事，而罪恶也在这时发生了。林母竟在秀秀父母的默许下，将自己的儿子林虎推进了秀秀的房间。原来林家不要彩礼，将女儿嫁给秀秀的哥哥是有条件的。由于林家儿媳无法生育，林母开出的条件竟是让秀秀帮林家生孩子。为了让眼残的儿子娶上媳妇，重男轻女的秀秀父母就这样出卖了自己的女儿。第二天，清醒过来的秀秀瞬间崩溃，知道真相的哥哥也急着要报警，可却被父亲拦了下来。秀秀，只要你帮了你哥这个忙，你以前害下你哥哥的罪，就算抵消，以后你再也不欠你哥的了。为了让秀秀同意完成这桩荒唐至极的交易，秀秀父亲竟拿兄妹俩儿时的意外做威胁，母亲更是直接下跪求秀秀。事已至此，秀秀只能在悲痛中接受了这个事实。回城后，她更第一时间以配不上夏木为由，向对方提出了分手。夏木在万般不甘的同时，心中也充满了疑问。而不久后，秀秀最不愿意面对的事发生了，自己怀孕了。得知消息的母亲是高兴不已，可秀秀却是愁容满面，想打掉这个孩子。秀秀母亲想阻拦，可秀秀说出来的原因却令母亲震惊了。我不知道孩子是谁的。显然，秀秀跟夏木也发生过亲密关系。此时的秀秀母亲却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早有男友。鉴于情况复杂，秀秀母亲赶忙将秀秀带回乡下再做打算。秀秀突然请假回老家，夏木心里顿时觉得秀秀肯定是碰到什么急事，才会想跟自己分手。带着这个想法，他带上礼品追到了乡下，没想到竟意外听到秀秀跟父母表示要打胎的对话。原来回到乡下的几天，秀秀思前想后，还是决定打掉孩子，不料竟被夏木听到了。然而夏木却没听到以此换媳妇的丑陋交易，认定秀秀怀上了他的孩子，瞬间狂喜不已。他紧握着秀秀的手，说什么也不愿放开了，还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了母亲。两人回城后，立刻办了场婚礼，领了证。夏木此时是兴奋不已，却不知道秀秀的内心正备受煎熬。肚子里的孩子对他来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，总有爆发的一天。而很快，又一件让秀秀猝不及防的意外发生了。这天，夏木带着秀秀再次回到了乡下，这一幕竟恰好被来送补品的林母撞见了。客厅里的气氛顿时微妙了起来。秀秀母亲赶忙谎称林母是秀秀的姑妈，将她带到厨房说话。秀秀毫无征兆的就多了个老公出来。林母马上质疑孩子到底是谁的，孩子生了之后还能不能抱回来。秀秀母亲马上将原委解释了一遍，并第一时间保证不会出意外，但林母始终不放心。没想到夏木接下来的一个举动，竟给了林母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原来夏木此次来乡下，是想请秀秀母亲到城里照顾怀孕的秀秀。
可秀秀母亲此时的精力都在儿子儿媳身上，根本抽不开身。林母见状，便马上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份差事，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秀秀闻言想阻止，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，最终沉默了下来。而夏木则是欣喜不已，很快就将林母也带到了城里。殊不知自己这是在引狼入室。随着肚子一天天变大，秀秀却因为长期的担惊受怕，情绪越发不稳定起来。林母的到来更是让她如履薄冰。她几次试图故意流产，结束这个噩梦，重新开始，但都因林母盯得太紧而失败告终。在惶恐不安中，秀秀最终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夏家母子和林母顿时都乐开了花，唯独秀秀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在之后孩子的满月酒中，听到亲戚朋友随口提到孩子像林母时，他心中更是忐忑不安。显然，秀秀已经开始害怕面对孩子的身世。当初答应林母的亲子鉴定也迟迟不敢去做。他知道，不论孩子是谁的，都难免一场狂风暴雨。可这种故意拖延却惹恼了林母，他向秀秀下了最后通牒：今天我把话搁这儿了，要是你们家反悔，回去我就把香水带走，咱们一拍两散。为了给秀秀施加压力，林母甚至大胆地以拔白头发为由，拿到了夏木的一根头发。他将儿子林虎以及夏木的头发都交给了秀秀。事已至此，秀秀只能硬着头皮跑去做了亲子鉴定。可结果却让秀秀母女俩如遭雷击，孩子不是夏木的，而是林虎的。一家欢喜一家愁，林家后继有人。林母第一时间兴奋地通知了儿子林虎，可秀秀母女俩却坐立难安了起来。因为按约定确认孩子身份后，林母会马上想办法将孩子抱走。秀秀知道，一旦夏家知道真相，她将无颜面对夏木，肯定也会被夏母扫地出门。怀着这些烦心事，秀秀的情绪再次剧烈波动，开始无故对夏母发脾气，对林母的关心更是烦躁暴怒。结果却因为太激动晕倒，被送进了医院。经过医生诊断，秀秀是产后严重贫血，需要住院观察。而这也给了林母一个绝佳的机会。趁夏家无人，林母赶忙叫来儿子林虎，抱走了孩子，随后竟拿来一块砖头，忍痛给自己来了一下，伪装成人贩子入室偷孩子的假象。夏家母子得知后，顿觉天旋地转，他们第一时间报了警，并外出到处寻找，可却始终无果。而知道真相的秀秀却并没有作为妈妈该有的焦急，看到婆婆着急跳脚的模样，还忍不住跪求对方说，夫妻俩还年轻，很快就会再生一个。结果却让夏母彻底崩溃，觉得秀秀太狠心，竟打算就此放弃寻找孩子。激动中，夏母直接晕厥了过去。夏家是彻底乱成了一锅粥，而林母目的达到后也离开了夏家。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秀秀的嫂子也给家里添了一个孙子。此时的秀秀最希望的是这件事能就此沉寂下去，自己抓紧时间再给夏家生个孙子，尽快让夏木放弃寻找孩子。然而树欲静，风却不止。这天，秀秀突然接到电话，林母急切地告知她，孩子吃不惯奶瓶，整天哭闹。焦急的秀秀很快找机会回到了乡下，发现孩子清瘦了很多，顿时心疼不已。几个人也对如何带孩子的事发生了争执。没想到就在这时，村里开杂货铺的王嫂撞见了这一幕。她是来送鸡蛋的，以为眼前的孩子是香水生的，不料在离开的时候意外发生了。啊，没有，是香水玩手机，看录像呢。哭闹声显然是里无香水孩子的。此时的秀秀母亲以为自己能瞒天过海，殊不知王嫂已经留了一个心眼。而他们更不知道的是，秀秀的闺蜜李娟不久后竟查到了王嫂这里。原来思孙心切的夏母早就托李娟帮忙一起找孩子。而早在林母假装秀秀姑妈来城里照顾秀秀的时候，李娟就对这个姑妈感到困惑，因为她和秀秀从小玩到大，却从来不知道对方有这么个亲戚。而近期回乡偶遇秀秀的嫂子香水时，也发现了一点，香水有智力障碍，平时说话基本不经大脑。可当李娟问到有关秀秀和孩子的事的时候，她的回答明显像有人教过的样子。李娟怀疑孩子突然失踪，肯定跟秀秀家以及林家脱不了关系，于是她便直接带着夏母来到了王嫂的杂货铺，照顾了一下王嫂的生意后，王嫂就将那天听到孩子哭声的事说了出来。而这更让夏母及李娟确认了心中的猜想。但夏母并没有打草惊蛇，而是让李娟跟好秀秀的嫂子香水，突破口很可能就在对方身上。
没想到接下来的一场意外，竟真的让夏母的话一语成谶，而所有的真相也即将浮出水面。由于分离太久，秀秀无法忍受思子心切，于是不顾林母的约定，打电话给对方说想看孩子，想问清林母家的地址。结果林母的语气却十分不耐烦，最终更以风声紧为由拒绝了秀秀。秀秀无奈只能找到母亲询问，可她万万想不到，重男轻女的母亲此时眼里只有自己的亲孙子，竟劝秀秀为哥哥着想，放弃寻找孩子。秀秀顿时悲痛不已，心灰意冷的她来到湖边独自神伤，却意外撞见了香水，于是心里顿时有了想法。一番好言哄骗后，秀秀最终说动香水带路回香水的娘家。然而秀秀却不知道，闺蜜李娟近期是一直跟着香水，这天也约好一起玩，准备再套对方的话。而当香水跑去告诉李娟要取消今天的约会时，李娟很快发现了端倪。不久后，秀秀跟着香水来到了林家，林母看到她后顿时惊恐不已，但秀秀最终还是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儿子。然而各怀心思的几人怎样都料不到，不远处的李娟已经拿手机拍下了这一幕。一场狂风暴雨显然即将来袭，等秀秀一回到城里，夏母就拦住了她，逼问孩子的下落。秀秀试图撒谎掩饰，夏母直接拿出了李娟发的照片。看到照片后，秀秀瞬间慌了，但还是强装镇定的辩解说孩子是姑妈家的。直到夏母愤怒的表示要叫夏母回来对质的时候，秀秀才意识到这一切再也瞒不住了。而果不其然，当夏母看到照片上的孩子后，一下子就认出了当时自己亲手买的被单。夏母瞬间激动不已，夏母缓过神来后，则马上想找秀秀对峙，不料上楼后却发现秀秀割腕自杀了。夏母第一时间将她送到了医院，而此时的林家正热闹地摆着孩子的百日宴。殊不知，夏家母子已经找上了门。看到孩子的那一刻，夏母再难自控，箭步冲上去试图抢夺孩子。可令人惊恐的是，混乱中林虎竟拿起菜刀砍向了夏母。一场夺子风波最终酿成了悲剧。万幸的是，经过抢救，夏母脱离了生命危险。林虎因涉嫌故意伤害罪锒铛入狱，而经过法院的判罚，林夏两家都没能得到孩子，孩子的抚养权最终归秀秀所有。由于无法面对夏家，秀秀主动提出了离婚，选择搬到一个远离人烟的地方，准备和孩子相依为命。然而秀秀不知道，夏母对她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一切。尽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打击，但夏母仍深爱着秀秀。她毅然离开了母亲的工厂，决定在外面租房子，和秀秀母子重新开始。故事最终也迎来了结局。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显然是秀秀的父母。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但重男轻女的他们却将女儿秀秀当成了交易的砝码，完成了儿子的婚事，却差点葬送了女儿的一生，实在让人唏嘘不已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